这些新加坡风的服装是我们设计的。我们的衣服真的很多是有关于新加坡的印花。我们身为新加坡的品牌，我们其实一个是很骄傲的。我身上穿的就是很新加坡风味的印花啦。其实有很多顾客他们会买我们印花的衣服送给国外的朋友，因为很有新加坡风。我们也会用这些印花设计去做男女服装，也会做童装。开始做生意的时候，我只拿出来500块，我真的是一件一件卖，一件一件赚，我才慢慢储蓄了一笔钱，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意才有一笔资金。我已经卖衣服了大概15、16年了。我和我当时的伙伴，我们在想商机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新加坡那时候的网店都不多。网购也不普遍，可是因为是这个原因，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商机。不敢说我是很 fashion、很时髦的人，可是我自己是很喜欢打扮，也很喜欢看人家打扮哦。那时候在考虑要离开法律的圈子的时候，的确是蛮多人问我啦，确定要离开法律圈去卖衣服。老实讲，我自从离开了法律的圈子过后，也没有睡得比较多啦。当时做律师的时候，我总是觉得我在为别人打工，不是我自己的宝贝啦。可是我现在在专注做我的这个生意过后，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实现我梦想的一步，所以我拼命，我非常用功，我少睡也是很值得的了。我也不要跟自己的梦想去计较了。Yeah, maybe you can put it around the shelf. 读了5年法律系，也做了8年的律师。我觉得我读法律和做律师的这些经验和经历，没有完完全全浪费掉了。之前我是一个商业律师，每天都在拟定、审查跟讨论合约、合同。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帮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商人。我决定不做律师，要专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一定要减薪，所以最后我是拿了60%的减薪。的确是有点可惜啦，我的生活习惯也要做很多改动咯，可能不要这样经常出去的时候不要乱花钱，不要乱买东西，要买衣服就只穿自己品牌的衣服吧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后悔过。有时候忙起来，真的什么东西都要做了。我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经理，也是物流经理，也是平面设计师，也是服装设计师。我自己也做男生衣服的模特儿，几乎什么东西我都做了。高峰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要亲力亲为啦，自己下来包包裹咯。其实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蛮费时间的。一个人会在我们这里包包囊的地方来检查全部的衣服，我们要确保没有瑕疵才包起来。如果一个顾客买了大概15件衣服，可能那个包囊要包1个小时左右吧。
我的最大心愿是希望我不管在新加坡走到哪里，都会看到穿我品牌的衣服。Yeah, we're also selling the Ubisash today, 790. Let me show you the bag. 长远的计划就是把我们很骄傲的设计带出国外咯，也希望在这几年内可以设立我们的实体的店，希望越来越多人能支持我们新加坡这个品牌。